纯爱如烟，恐怖如丝，全文一更到底，马上发车。游戏输了，惩罚给前女友发我想你了。他秒回，不是说跟我老死不相往来吗？怎么就想我了？后悔了？不说话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想复合就直说啊，我又没说不答应。你人呢？我一条没回。当晚，当红女爱豆开直播飙泪，是的，她掉了我，又不理我了。网友，不是姐们你恋爱脑啊？我是娱乐圈新晋小生，参加综艺时输了游戏，被要求给前女友发我想你了。听到惩罚的那一刻，我石化了，想到我的那位前女友，那么交金的一个人被我甩了又找上门，一定会嘲讽死我的。我试图反抗，我没有前女友，主持人却狡黠一笑，放出我的采访视频。视频里我大方承认有过初恋，但已经分手。他调侃，不可以骗我们哦。证据一出，我毫无反抗的余地，只能在万众期待中掏出手机接受投屏。虽然我没有写备注，但现场的一些共同好友已经认出了那个颇有辨识度的头像和网名，正是当红女爱豆柳如烟。小花季熙震惊，她是你的前女友？我尴尬一笑，不怪他们震惊，实在是柳如烟这几年在圈里太过遵守女德，哪怕是合作，也永远和异性保持客气疏离的距离。别说男朋友了，连男性好友都没几个。在众人吃瓜的眼神中，我硬着头皮打字，我想你了。刚想跟主持人说我完成任务了，下一秒就收到了回复，不是说要跟我老死不相往来吗？怎么就想我了？后悔了？不说话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想复合就直说啊，我又没说不答应。你人呢？他消息发的实在太快，我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对话框都已经满了。围观众人惊呆，这个惩罚之前也有人做过，但很多时候根本来不及等到对方的回复。我以为我也一样，可柳如烟不仅秒回，还回了这么多，我吓得赶紧关掉手机，其他人却还沉浸其中。天哪，他怕不是一直在等你吧？回得那么快。知道对象是柳如烟的则更为震惊，不是他在你面前居然是这样的吗？他是不是很喜欢你啊？我只觉得头皮发麻，没有我们很久不联系了，因为柳如烟是这个惩罚环节里回得最多的。这段录屏很快被上传到网上，再配上其他嘉宾的反应，一时之间我的前女友到底是谁成了网友最关心的话题。录制结束后，我胆战心惊地翻手机，柳如烟在我没回复的时候又发了一大堆。你在干嘛呢？装高冷想让我先低头？不行，当时是你先放狠话的，但你要飞翔也行，我给你个机会吧。你现在哄哄我，我就同意复合；不想哄，扣个1也行，你不能什么都不做吧？我服了。最后几句是，宝宝，复合好吗？我好想你啊，我心脏狂跳。现在网上已经开始讨论我的前女友，柳如烟也应该知道了，我只是在完成惩罚。她给我发了这么多，一定很想死吧？我越想越心惊，不敢回复她。没一会儿，忽然接到了经纪人的电话，我打，你那个恋爱脑前女友居然是柳如烟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你也看出来了？他语气急吼吼，这还要我看？你热搜都上5个了。我懵了，啥？我点开热搜，入目全是井号柳如烟我被掉了，井号柳如烟恋爱脑，井号柳如烟发疯，井号季博打柳如烟，点进去才知道，在我给柳如烟发消息后不久，他就开了直播，开口就是一句，我是什么很烦人的人吗？不明真相的网友纷纷表示，怎么会？如烟姐人超好的好吗？柳如烟欣慰了一秒，眼泪唰的就掉了下来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根本不理我？网友追问他发生了什么，他哽咽着解释，有一个人，他说他要跟我老死不相往来，可是又突然说想我了，我只是想确定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想我了。结果我找他就再也不理我了。是的，他掉了我，又不理我了。他眼睛越说越红，到最后直接埋下头流泪，消失在镜头里。网友懵逼之余，很快将2件事联系了起来。柳如烟形容的对话，跟我和前女友的对话几乎一模一样，再对比一下时间，更是完全吻合。于是井号柳如烟恋爱脑井号的话题直冲热搜，不是姐们你恋爱脑啊？我受不了了，刚看投屏，人家一个评，哎，你一套技能全交了，感觉他是那种会觉得季哥喜欢他才钓他，不然为什么不钓别人的人？笑死我了！如烟姐还不知道那只是一个游戏惩罚吧？不敢想象等她知道了会哭得有多惨。话题一个接一个的爆，我看着手机，大脑宕机之余，忽然收到了微信新消息，来自柳如烟。她问：你只是在玩游戏，其实根本就不想我。我一瞬间大脑空白，游戏确实是在玩游戏，但要说分手以来完全没想过他好像也不是。想到他给我发了那么多消息，我决定鼓起勇气表达自己的心意。不是，玩游戏的时候确实有想到你。话一发出去，我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，跟我想说的似乎不是一个意思。正想看看哪里奇怪，柳如烟又跟点了炸药似的，噼里啪啦发来了一大串，终于舍得回我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玩游戏才想到我？你以为我很想你吗？笑死，我根本不在意，只是怕我不理你，你又发脾气而已。你也别误会，你发脾气关我什么事？随便是谁我都会这样的，完全不是因为你。其实我也没有想你，懂了吗？我看着他发来的连环炮，已经能想象到他在屏幕那头冷笑的样子。可到底哪句才是他的真心话？我想不明白，也没勇气再想，只能默默敲下几个字：不好意思打扰你了。消息发出后，聊天框原本显示的对方正在输入中突然消失，隔了好一会儿才重新出现。不知道柳如烟在删删改改什么，
对方正在输入中，断断续续闪烁了半个小时后，我只收到3个字：你真行。犹豫许久，我没再回复，反正也只是一个游戏而已。可没想到，没消停多久，经纪人又打来电话，通知我即将和柳如烟参加同一档直播恋综，而且为了赶热度，下周就直接开播。我疑惑，为什么？一开始定的嘉宾里明明没有他。他叹一口气，是节目组看了前2天的热搜，特意去尝试邀请的。谁知道柳如烟直接就同意了。我大惊，他知道有我吗？他答得毫不犹豫，当然。而且他还跟制片人说没你就不去，所以你赶紧收拾进组吧。我一瞬间愣住，柳如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么点名道姓要我，该不会是想借着综艺报复我吧？可违约金摆在那里，我只能硬着头皮上。节目录制当天，柳如烟是到的最早的，她挑了个边角的位置坐下，像在等待什么。有2、3个嘉宾到达后想坐在她旁边，她都婉言表示抱歉，这里有人。而嬷嬷蹭蹭不想见到她的我，自然最后一个赶来，来时只剩下了柳如烟旁边的那个位置。我本想自己重新搬把椅子，导演却笑呵呵地催促博达，那是如烟特意给你留的位置，快去啊！我愣了一下，下意识抬眼看向柳如烟，却只听到她冷哼一声，谁给她留位置了？我只是不习惯旁边有人。我挠了挠头，那我去搬。他见我又要去搬椅子，又急急开口，还麻烦什么？都等着你呢。我只得哦了声，小心地坐在了柳如烟的身边。她身板坐得很直，2只眼睛死死地目视前方，生怕留一个余光给我。见她这副模样，我立刻就相信了她并没有给我留位置。弹幕却笑死，柳如烟你要笑死我了。人没来的时候脖子都张望成长颈鹿了，人一来你倒成了端庄淑女了。以前怎么没发现这姐这么能装？为了等季哥拒绝了所有人坐在他旁边，还非要嘴硬，也就嘴硬了2秒。一看季哥要搬椅子，给如烟姐急得2郎腿都放下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操！季哥那天就只是没回他消息，给孩子哭成啥样了都。要是这次不坐他旁边，小心柳如烟哭给你看。简单的寒暄过后，导演单刀直入地开启了第1轮配对，由女嘉宾拍摄一张任意身体部位的图片，男嘉宾选中相应图片即可互相配对。女嘉宾们被关进私密房间拍照，男嘉宾则按照实时热度排出做选择的先后顺序。弹幕刷屏最多的话语是季伯达给我狠狠选柳如烟，我因此成了可以第1个做选择的人。5张图片一起被投影在大屏幕上，有手照、眼照、锁骨照，甚至还有一张事业线照。网友震惊，这是哪只花蝴蝶在开屏？这是我不花钱就可以看的东西吗？天哪，这沟真的深不见底，他为了被选上真的好努力啊！而且这些照片不都是现场拍的吗？一想到那个人在房间里脱衣服80口拍照，我就想笑了。我的视线不自觉地定格在那张事业线照上，一看就又大又白，轮廓分明。如果能枕着睡觉，该有多爽啊！我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番，柳如烟的胸口偏右上方有一颗红痣，而这张照片上的胸口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痕迹，所以它的主人不仅诱人，而且不是柳如烟。我毫不犹豫地选了这张，幕帘拉开，出现的却是柳如烟的脸。导演开心地宣布，恭喜博达和如烟在本环节配对成功。我懵了，几乎脱口而出，怎么可能？柳如烟却毫不意外，脸上是一种我就知道会这样的表情，怎么不可能？我沉默片刻，努力回想，你的胸口上面不是有颗痣吗？他冷冷一笑，节目组没说不可以 P 图。他见我如鲠在喉，还不忘冷哼一声，你果然还是喜欢这种网友。所以他不仅又脱衣服又80口，还趁着这点时间 P 了图。平时让他发点自拍营业跟要了他的命一样，为了季哥都直接拍事业线了，他真的我哭死。可我的关注点是，季哥知道如烟姐的胸口上有颗痣，是不是说明他们以前那个过？我的青天大老爷，楼上的你真像了，我疯了，我疯了！他们能不能现在就给我亲一个？我们是什么很见外的人吗？听到没？我要看。5对嘉宾都选择完毕后，导演宣布了第1轮约会的规则。为了督促配对情侣积极约会，每对嘉宾会分别开启独立直播间，按照直播间的人气排序决定晚上的食宿条件，一直到被塞进直播房间。我仍沉浸在巨大的震惊中。柳如烟 P 图，柳如烟竟然 P 图，以前可是拍照让他开个滤镜他都不开。我越想越困惑，索性扭头戳戳他，你为什么要 P 图？柳如烟原本在摆弄直播设备，听到我的问题，浑身仿佛都僵了一下。他缓缓地转过头，增大我的竞争力。有什么问题？似乎也说得过去。我还是忍不住问，那颗痣？话还没说完，他突然打断我，不小心 P 掉的。怎么了？你该不会以为我是怕你认出我就不选我，故意 P 掉的吧？笑死，怎么可能？你选谁我根本一点都不在乎好吗？那完全就是不小心，完全就是一个意外。但你眼光还是不错的，我的照片明显比他们优质很多。我满脸黑线，他什么时候能改？这莫名其妙一说就是一大堆的毛病。我只是想说他那颗痣挺漂亮的，没必要 P 掉。网友直接笑死，他妈的，他怎么跟个机关枪一样？给我季哥都说懵了。你们别信他的。大厅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刚放出来女嘉宾拍照的花絮了，别人只是摆造型，如烟姐非要工作人员教她 P 图，还很着急的指着屏幕说要把那颗痣 P 掉，哈哈哈哈！谁不知道她是故意 P 掉的呀？
还非要嘴硬是不小心，也就季哥宠他，他说啥都信，笑死我了。可是刘老师嘴硬的样子好可爱哦，一边眼神飘忽，一边偷瞄季哥的反应，给我换只都可爱出来了。季哥你就从了他吧。虽然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约会，但我和柳如烟就这样坐着，硬生生面面相觑了5分钟，聊天更是聊得莫名其妙。你吃了吗？吃了。吃的什么？西红柿番茄面。哦，好吃吗？导演都看不下去了，推门提醒，你们再不做点什么，直播间的人气就要垫底了。我想摆烂，试探询问，垫底会怎么样？他瞪眼，找出一张长椅的图片，晚上睡板凳。我看着光秃秃的长椅，倒吸一口凉气，赶紧戳戳柳如烟，我们约会吧。他一愣，耳根迅速染上一抹粉红。什么呀？我其实根本没有很想和你约会，你可千万不要误会啊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他像意识到什么似的，又嗨嗨2声，是你要跟我约会啊？谁让我那么大方呢？你这么求我了，我就勉为其难地同意一下。我懒得理他的碎碎念，对脸到直播设备前看了看，弹幕正在飘屏，天杀的！你们终于准备结束口水花的聊天了吗？我刚刚莫名其妙地看了10分钟，我的流量不是流量吗？隔壁男生都直接脱衣服展示健身成果了，这俩人就仗着朕的宠爱如此敷衍。明明他们只要有一个正常的互动，如烟姐就会特别可爱，可他们算了不说了。季哥在看吗？能看到我们吗？能不能讲讲你们之前为什么分手啊？加1，就当是补偿我看你们口水花的流量好吗？哥哥翻我，看着一个比一个激动的网友，我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刚刚那样好像的确有点对不起观众，可看着他们的愿望，我又有些为难。我能看到，但是为什么分手这个不太好说吧？柳如烟皱着眉也凑过来看，看清弹幕刷屏的愿望后，他又是冷冷一笑，怎么，有胆子做没胆子说吗？我扶额，虽然分手的确是我提的，但把分手原因告诉全国人民真的很没隐私好吗？看着柳如烟瘪嘴，我索性摆烂，学着她的样子冷冷一笑，行啊，我说。柳如烟却微不可察地缩了缩脖子，她伸手拦住我，算了，你不想说就不说呗，这有啥的？网友，我还没来得及兴奋，吃瓜就萎了。如烟姐是个会察言观色的，察觉到季哥有点不开心，立马就怂了，笑死我了！别怂啊，柳如烟，你刚刚不是还在挑衅她吗？大家让如烟姐吧，她不是双面派，她只是一个怂怂的小姑娘罢了。可是我真的很想要聊天局啊！姐姐求求了！我瞪了柳如烟一眼，很快捕捉到了最新的一条弹幕。你们想聊天吗？可以啊！直播间人气开始肉眼可见的上升。我惊诧，原来人类的本质是八卦。我开始截图，回答截到的第一个问题：季哥是不是只谈过如烟姐一个？我愣了一下，不自觉地看向柳如烟，这个还真不是。想了想，我还是诚实地回答了。跟他分手以后，我还网恋过一段时间，这段经历我从没跟别人提起过，毕竟网恋总觉得怪怪的。说完这句话，柳如烟的脸色似乎变了变，她忽然开始忙起来了，又是摆一摆桌上的盆栽，又是挪一挪收音的设备，耳朵收得老长，就是不正眼看我。我疑惑地看了她一眼，弹幕继续问：网恋能不能展开说说？我回忆了下，那个没什么可说的，谈了2个月就分了。网友纷纷追问原因，柳如烟似乎也不动声色地竖起了耳朵。我扶额，她对我实在太百依百顺了，我怀疑是诈骗。网友点赞，我哥的反诈意识，杠杠的。柳如烟却皱起了眉，她很不服气地反驳我：怎么可能？哪有人诈骗还给你转账的？我也不服，可哪有人刚认识就转账的？万一是跟刷单一样的骗局呢？柳如烟越说越委屈起来，可人家也没让你转账啊，你干什么就拉黑人家？我正想继续跟他说道，忽然察觉不对劲，我往后仰了仰，十分狐疑地看向柳如烟：你怎么知道他给我转账了？柳如烟愣愣地眨了眨眼，眼神开始飘忽，手脚开始忙乱，憋得脸都红了，才憋出来一句：这很难猜吗？我默默地看着他，想起我那网恋对象跟柳如烟高度相似的嗓音，真诚发问：你自己信吗？网友已经笑死，所以跟季哥网恋的那个人就是他吧？他妈的！本来只是聊个天，没想到炸出来个大瓜。不是，他真的好爱啊！被分手了之后还巴巴地上赶着去找人家网恋，我哭死。可不是，他还给季哥转账了，甚至好到季哥都怀疑他是骗子。柳如烟你，我以为你只是普通的恋爱脑，没想到你是顶级的恋爱脑。我安静地注视了柳如烟130秒，她被我盯得脸红到脖子根，但仍然梗着通红的脖子嘴硬。怎么了？你这么看着我就想让我承认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没有，我就是没有，真不是我啊，我真的没有跟你网恋，我都被你甩了，我怎么可能还去找你网恋呢？我有那么蠢吗？我又不是什么舔狗，我还给你转账，我服了。他越说越破防，我越想笑。当时那位网恋对象声称是加错了人才加到我的，说是有缘，求我先别删他。我登上游戏号，他又主动求组队，看到他超级王牌的段位，我当场就同意了。我被打倒的时候，他会开着飞行器，有如天神般从天而降，嘴里还御姐音地说一句多好，我来了，很是古人，一顿扫射，直接帅帅的灭队。只要有他在，我就可以全程逛街，在大草地上跳舞都不怕，因为倒了他也会救我。而且
他的声音又很像柳如烟，我难以抑制的有些上头了。处了2个月，他对我简直是有求必应，还经常莫名其妙的给我转账。某天我跟兄弟谈起这事，他说哪有这么好的事，我肯定是遇上杀猪盘了。我大惊，当天就把人给拉黑了。没想到居然是柳如烟本人，我故意逗他，你这么喜欢我啊？还特意开个小号勾引我网恋。他又急又慌，不是我啊，真不是我，你可别误会啊，我就是随口一说。那网恋转账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我就随便猜了猜啊。我看着他手忙脚乱辩解的样子，忽然觉得很可爱，生了些逗弄的心思。我满不在乎地坐直了身子，好吧，真不是你就算了。他瞬间愣了一下，见我表情认真，才渐渐松了口气，但又有些不甘心似的追问：那你对他印象怎么样？我故意瘪瘪嘴，一个诈骗犯，要什么印象？他一下又急眼了，什么诈骗犯？你……话说到一半，他似是想到了什么，又委委屈屈地闭上了嘴。算了，关我什么事？反正又不是我憋笑快憋疯了。弹幕已然笑爆，他不会以为他隐藏得很好吧？哈哈哈！他妈的，好可爱呀，如烟川。明明很想为自己辩解，但是又不想承认。超爆！他是不是傻呀？直接承认啊？没看季哥眼睛里都冒星星了吗？他可能害怕承认了会被季哥笑死，哈哈哈哈！天塌下来有柳如烟的嘴顶着，我倒要看看他能嘴硬到几时。将柳如烟和那位一直被我认为是杀猪盘的网恋对象联系在一起后，我突然觉得他怎么看怎么可爱。以前总是觉得他嘴毒，没想到其实是嘴硬。因为这档子小插曲，我们直播间的人气飙升，除了原本就在看节目的人，还吸引了一大批闻讯前来的吃瓜群众。宣读热度排名时，导演乐不可支，博达和如烟啊，很优秀，直播热度破了我们的记录。其他嘉宾纷纷鼓掌，柳如烟则一脸谨慎地拽拽我袖口。热度那么高，我刚刚解释清楚了吧？那些网友不会误会吧？他问的小心翼翼，生怕别人注意到他，几乎是用气音。我扑哧一声笑出来，有没有人说过你很可爱？他微愣，2秒后又摆起了谱，切，你随口夸我一句而已，你以为我会很开心吗？我完全没有。我看了他一眼，笑而不语。弹幕本来我们都不知道的，但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季哥随口夸一句你就会很开心了，哈哈哈哈！嘴角比 AK 都难压。热度排名依次宣读完毕后，导演开始询问大家心仪的下一次约会对象。我和柳如烟作为热度最高的配对嘉宾，拥有优先互选权，只要我们都同意，明天依然可以继续约会。话筒递到柳如烟面前，她高傲地扬着下巴，问我干什么？我都可以啊，我很随意的。于是话筒又递给了我，我想了想，微微一笑，我觉得还是不了吧。此话一出，柳如烟顿时不可置信地看向我，她眼中好似有万千种情绪，有千万句话要问候我，却什么也没说出来。我温和地解释，我感觉刘老师不是特别喜欢我，所以我不想耽误他。柳如烟的眼睛里又多了一份震惊，她脱口而出：谁说的？你怎么感觉的？察觉到大家都在期待地盯着他之后，他又佯装不在意地耸耸肩：哦，无所谓，不选就不选呗。你以为我很在意吗？我再三向柳如烟确认，她表示她真的不在意。于是晚饭时，我主动向另一位女嘉宾投去了橄榄枝。晚饭按照直播间热度分配了不同的菜肴，我和柳如烟分到了很丰盛的一大桌。隔壁的小歌手张盼盼只能咸菜就白粥，我见不得美女受苦，主动邀请她和我们一起吃。小美女笑了，柳如烟却皱起眉，那是我们一起迎来的晚饭，你怎么能和别的女人一起分享？我眨眨眼，你也可以和别的男人一起分享呀，反正你又不在意。我阴阳怪气地加重了后3个字的读音。弹幕谁懂？我笑得腹肌都出来了。阿里嘎多美羊羊桑。如烟姐走在路上，莫名其妙地摔了一跤，低头一看，居然还是自己挖的坑。柳如烟无力争辩，一边扒饭一边被气成河豚。见我和张盼盼言笑晏晏，十分开心，她气不过一拍桌，直接把所有人都叫来一起吃了。导演见大家都把桌子拼到了一起，干脆把晚上安排的坦白局环节挪到了饭桌上，大家依次抽签，抽到问题卡的人要如实回答，并且喝一杯酒。我抽到的是在场最有好感的异性是谁？我朝张盼盼笑了笑，张盼盼吧，感觉她很可爱。大家都在笑，只有柳如烟把盘子里的牛排切得嘎吱嘎吱响，还埋着头一言不发。很快柳如烟也抽到了问题卡，会在意前任对自己的评价吗？她冷哼着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不在意。我说了我完全不在意。小部分人笑而不语，轮次进行得很快，柳如烟次次都能抽到问题卡。一开始她还能硬气回答，后来随着问题的逐渐深入，她又喝了不少酒，变得越来越脆弱。最喜欢异性怎样评价我？我喜欢她说我可爱啊，她一说我可爱，我感觉我心跳都快了。你们知道什么叫小鹿乱撞吗？可是她转头又夸别人可爱，那我还喜欢这个词吗？我当然喜欢啊，她都那么久不夸我了。大家纷纷扭头看向我，毕竟半个小时前我刚夸过张盼盼可爱。我默默端起水杯战术喝水，张盼盼小心地戳了戳我，哥，你真的不去安慰如烟姐一下吗？我感觉她要碎了。弹幕笑死我了，盼盼还在那跟季哥说悄悄话呢，你可消停点吧，老友看到真的要碎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神他妈碎了。柳如烟，你忘了你是矜持高冷女了吗？还矜持呢？我看她再喝点，能直接抱着季哥的大腿哭成徐俊大。
游戏进行了50多轮，柳如烟已经醉得不成样子，她捧着一张又一张问题卡，双眼通红，在不在意前任对自己的评价？我在意啊，我在意死了，我恨不得追着他问300遍。是一个很容易吃醋的人吗？你觉得呢？我吃醋吃的还不够明显吗？我都要把自己腌成酸菜缸了。最有好感的异性，除了季伯达还能有谁？我对他有好感，我喜欢他，我爱他。嘴硬都是我装的，我脆弱死了，我就是一个玻璃娃娃，碰一下就要碎掉了。我们生活习惯不合，但我会改的，宝宝回来吧，我好想你啊。我再也不会穿你的拖鞋去扔垃圾，再也不会早上起来就要抱着你亲，晚上再也不会逼你浇凉。柳如烟哭成泪人，节目热度飙升，导演乐见其成，也不知道喊停，嘉宾吃瓜吃的更是起劲。但他说到晚上，我顿感不妙，连忙上前捂住柳如烟的嘴。好了好了，刘老师都醉了，今晚差不多就到这儿吧。那最劲爆的后半句被我死死地捂在了柳如烟的嘴里，但秒懂的人还是秒懂了。网友高举大旗，支持综艺嘉宾言论自由，几个不许捂嘴。我是一个80岁的老人，想看点真实的直播综艺，谁知道嘉宾之间还互相捂嘴，我眼睛都熬花了，却只换来如此结局。我打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变成你的鞋带，自己打个结，让你没办法过去捂住我姐的嘴巴。楼上的要笑死我吗？虽然如烟姐没说出来，但你们还不会脑补吗？写文的太太不会自己产粮吗？嘴硬女巫是歌宝喊停，越不要越起劲。楼上的太太太会说了，请你立马注册账号，我要看到他们分手前同居的万字大账。笑死！突然懂了为什么问到分手原因的时候，季哥说这个不太好说了，的确是不太好说，哈哈哈哈草。叫停游戏后，我仍死死地捂着柳如烟的嘴，生怕她又说出什么惊世之言。张盼盼主动提出要送柳如烟回房间，原本醉眼朦胧的柳如烟忽然使劲地瞪了他一眼，然后没骨头似的往我身上靠。我不要他送，宝宝你送我吗？万众瞩目中，186的我扛着168的柳如烟回房休息，柳如烟嘟嘟囔囔了一路，结果一挨床就睡着了，想来是真醉得不轻。安置好他以后，我跟导演打了个招呼，自己也回房睡觉了。刺激，太刺激了！今天发生的事情比我的一生还精彩。不过也好，不仅让我明白了柳如烟的心意，顺便还知道了那个诈骗犯的真实身份。我决定等柳如烟醒了，再好好跟他谈谈。可第二天一早，柳如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门了。在旁人的解释下，我才知道她早上6点自己发了条微博，艾特柳如烟喝酒误事，今日起退圈，勿念。听说工作人员已经劝了她1个小时了，她坚称自己没脸在娱乐圈混了，坚持要等摄像头都关闭后自己默默离开这里。我翻了翻热搜，全是昨晚她喝醉后哭成泪人的视频剪辑。幸而她生得漂亮，泪流满面也不让人觉得狼狈，反而有一股破碎的美感。尤其那双水光莹莹的眼睛，更是让人要跟着她心都碎了。只是她说的话的确有点偶像包袱掉一地了。在导演的哀求下，我敲响了柳如烟的房门，里面传来她绝望的声音：不出去。我说了我不出去，你们把摄像头关掉，我会叫车来接我。我有点想笑，但还是清了清嗓子：柳如烟，我有事和你说。她语气瞬间变了。我打。柳如烟把门打开一条小缝，让我进了门。进门才看见她肿成整容眼的双眼皮和一头乱糟糟的头发。是我也不想出门。她看出我的错愕，抿了抿唇：你也觉得我很狼狈吧？来看我笑话吗？我本想卖个关子，见她眼中又有水光在翻涌，连忙上前摸摸：什么呀？我能看你什么笑话？你哭得那么好看，大家都说你是易碎感美人嘛。她别过脸去不看我，可我很丢脸。我凑到她面前，丢什么脸？她看着我主动凑近的脸，愣了下。我把我的秘密都说出来了。我捏捏她手臂：你只是说了你的心意，怎么叫丢脸？她微微蹙眉，努力思考许久，得出结论：可你又不喜欢我。我眨眨眼：谁说的？你说的。我什么时候说的？你跟我分手了，你还不想我？那我撤回。撤回什么？撤回一个分手，撤回又有什么？他话说到一半呆住了，瞳孔微微放大，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我。你说撤回什么？我重复：撤回一个分手。他挠挠头：那是什么意思？撤回分手。我低下头，在他唇边啄了一口，意思就是我们复合吧。真是说时迟那时快，原本还乱糟糟的一个柳如烟，一瞬间就变得活力四射。你说真的吗？你主动要跟我复合？这次不是什么游戏吧？你是真心的吗？你喜欢我吗？不会觉得我丢人吗？不会是什么节目组的任务吧？你不能整我哦！你不会是觉得我好可怜才要复合的吧？他向我确认了很多种我都没想过的可能性。我向他保证，想复合是因为我一直都还喜欢他。他才终于相信。最后他反复强调，你不可以反悔哦。我无奈点头。你说5次了，这人怎么一遇到这种事就跟个话痨似的？2小时后，我带着造型完整的柳如烟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，大家都喜大普奔，导演更是捂着心口。我的收视率说要退圈，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？柳如烟浅浅一笑：抱歉，有人调侃他怎么不退圈了。他直接一下钻进我怀里，宣誓主权般的扬着下巴：能公费谈恋爱，我才不退呢。所有人都好奇地看向我，我捂脸：你能不能别胡说？他理直气壮：这本来就是恋综，我没胡说。网友：刚刚那个闹着再也不出镜的人是谁？你们就让他吧。
看样子季哥是和他复合了，瞅瞅给他开心的，毛都竖起来了。既然是公费恋爱，你们现在就给我亲一个。因为和柳如烟复合，接下来的节目录制的格外顺利。一些原本节目组为了让嘉宾摩擦出爱的火花而设计的小巧思，全成了柳如烟口中的小情趣。我自觉有趣，也由着他闹，一直到晚上。回房休息前，柳如烟抓着我的手恋恋不舍。你要回去了吗？我点点头，该睡觉了。他晃晃我的手臂，你困了吗？我想了想，有点。他垂眼，低低的应了一声，好吧。我看出他的小心思，干脆提出要不要再去转转。他立即绽开笑颜，好。我们把节目组的场地都走了个遍，最后在湖边的秋千上坐下。我翻出手机，把那位尘封已久的网恋对象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。柳如烟愣了一下，扭捏起来，你干嘛？我笑了，你别说，这个孤单小狐狸还真是一个很完美的网恋对象呢。柳如烟耳根一红，我翻了翻我和小狐狸之间的聊天记录，幽默风趣，会撩人，能提供情绪价值，打游戏随叫随到，而且你给我转账转得快有80万了吧？他摸了摸鼻尖，说这些干什么？我捏捏他耳朵，开小号找我网恋，亏你想得出来。他瘪嘴，那我能怎么办？你分手的时候那么决绝，是我人生中被骂得最狠的一次。我歪头，那你不该记恨我吗？他委屈极了，可耐不住，我又很想你。你骂我骂得那么凶，我又不敢直接找你，只能开小号了。后来你拉黑我，我还以为被你识破了，谁知道竟然是因为我好到你以为是杀猪盘。我见他越说越委屈，赶紧给他顺毛，那说明你真的很好很好。他偏头看我，那100分满分，你会给我打几分？我想了想，给小狐狸打100分。你们还要更乖一点才行。他出乎意料的没委屈，只是抿唇认真的想了想，然后对我说好。我愣了下，被他认真的样子搞得心软软。我开玩笑呢，其实你也是100分，那我是满分。当然，你超好的。10分钟后，我嘴有点疼，一磨破皮了。好家伙，再也不给他打满分了。